哎，我这個時候應該把遊戲恢復到1倍的速度啊！你看上一次我們把這個天橋做成這個樣子以後，由於這個高低的差異有點太大了，不知道讓這個路怎麼下來。所以啊，做這個橋梁之前，我們先把這個旁邊的這個高速給稍微平滑一下。不過我們今年出的這個平滑工具倒是挺實用的啊！你比如說，我們點一下第一個節點，然後呢，再去高速的最下方，再點一下最後那個，一個回車，哎，就這麼簡單。你看現在這條道路看起來是非常絲滑的，然後上方的道路呢，我們也平滑一下。末端的位置我們選擇一個比較接近的位置啊。OK， 這樣看起來多多少少有點不是太平衡，主要是上方的這個節點啊，咱們找到這個高速公路，然後把它強制一個高架，應該是這條吧，高速公路高架模式，哎，差不多來2段就可以了，這個時候就夠用了。然後這個橋梁我覺得有必要把它給改造一下，現在這個高低的差異有點太明顯了。你比如說咱們從上方的路口呢，從這兒再揭開一條新的路口，然後把它垂直向下，從這裡它變成了一條隧道以後啊，咱們再讓它逐漸的去升高。這高度怎麼樣？來，咱們檢查一下，跟右邊的比起來，好像稍微合理一點點了。然後呢，咱們再切着旁邊的這個山脈，逐漸的把它再降低。再看一下這個坡道。OK， 還算是比較好。然後右邊的這個高架呢，咱們就可以刪掉了。好在我們旁邊是有一條小山坡的啊，東方橋。你看這個名字隨機的一般。我們把這條路呢，想一下怎麼樣讓它貼地面。哇，這個高低的差異有點不是太合適啊。咱們把這裡也稍微平滑一點。怎麼樣？哎，現在看起來稍微好多了吧？就是這個節點啊，咱們再稍微抬高一點點。最起碼那個汽車在經過的時候，我們看起來不要讓它那麼誇張。這條路好像還是有點太高了。一會兒通車了以後，這裡應該會很壯觀的。啊，咱們把這個節點再降一下，基本上就要來到地面了。我去，修一條路修了這麼長時間。不過我們比一條90度的道路看起來稍微順眼多了。但這個遊戲裡面，就算我們切一條90度的道路，它其實汽車也是可以通行的啊。但是我們不惡搞，除非忍不住。好在我們現在終於來到地面了。哎，終於可以蓋房子了。我已經看到網格了。那麼我們結合這上方這條道路呢，找一個平行點啊，比如說咱們先隨便去沿開一條道路，畫一條線，然後再把這條道路給刪掉。為了我們整體布局看起來稍微順眼一點點，是吧？這樣是沒有毛病的。然後這裡刪除一個節點啊，那麼就可以連接一下我們的天路了。啊，這個名字真不錯。至於下方呢，來結合這個地形啊，我們先蓋一些住宅區。好像不是太大，這個地方。這樣把道路連接了以後啊，左邊的網格我們現在是可以隨便去放置的。比如說，先把這個高密度的住宅區加上去，然後我們再以3倍的速度看一下這個房子建造的一個過程啊。莊園住宅區 ，OK， 第一個海景房啊，之前有海景房了，把這個水電也連過來啊。水的話，我們可用水資源現在快不夠用了。那麼現在我們可以打開這個經濟啊，把這個城市的水預算提上去100%。OK， 至於電源的話，我們需要從附近去拉一根電線桿過來。好在這個電線桿不用我們去做平滑，怎麼去拉伸它都是合理的，只要不影響我們的高速就可以啊。OK， 现在可以了。那麼我們新蓋的房子呢，這個時候水電都沒有問題了。哇，遠處的風景感覺還不錯啊。而且剛蓋的房子，哎，這個時候搬過來好多人口啊。哎，咱們檢查一下，他們如果說想要離開這個小區的話，他們需要步行走這麼幾圈。我去，大哥，這個坡道有點不是太合理了啊。咱們把這個坡道呢稍微調整一點點，然後再找一個市民稍微跟蹤一下。林婆
哇，大哥，他正在前往停车场，基本上他走到那个位置以后啊，然后天就黑了。迪恩住宅区，不对呀，这个地方它应该有车辆才对啊，为什么我們的行人都選擇了一個步行呢？啊，上方有一個車輛，開家回車中 ，OK， 沒有問題啊。那麼隨着這個車輛的增多，我們可以把這個高速下方的這個節點呢，直接把它連接一下。有些市民他們在開車的時候就不用走那麼遠了。6車道啊，找到這個高速公路。那麼這裡去連接的話，我們必須得選擇一個高架的模式啊。下方的地形看起來太複雜了。這還是高速嗎？怎麼兩邊的顏色不一樣？這邊帶了一個小人行道，沒有問題啊，除了醜一點。然後呢，我們再以這個單行道的模式，比如說先這樣讓汽車掉頭，然後從高速上下來的汽車呢，他們可以直接右轉。那麼左轉的車輛呢，從這裡先把它抬高。這裡的空地增加不了多少人口，這麼些人口我們為它做一個立交的話有點太浪費。那麼方便這些市民購物呢，咱們把這個商業區可以放在這兒，也是時候為他們放置一個高樓了。我們找一個娛樂值比較高一點的，比如說看一下廣州塔。廣州塔每週維護的費用太高了啊！哎，這個樓還可以，它可以容納300個遊客。然後咱們把這個房子呢看一下，貼在這兒。而且這棟樓建造的費用才60塊錢，增加一下附近的地價，隨便去延伸一點點啊。咱們把這條路呢，咱們為這個樓呢稍微增加一點點停車位，迎接一下300位遊客，把這個房子再拖在這兒。哎，由於我現在沒有訂閱那個新的水泥模組啊，所以我們就先不造景，把這個道路可以圍繞這個房子，我們先建設一整圈，然後這裡就可以作為一個後院了。怎麼樣？不怎麼樣。那麼至於做停車位的話，咱們找一下放一個地面的吧。之前放置的立體停車位好像有點太多了。放在這裡的話，它顯示這個院子會稍微的大一點點，把它稍微遮擋一點點。公園圍欄。這個路口有點太規則了，從這裡打一個彎曲。這個商業區最好也不要規劃了，因為我現在比較懶，直接在後方去放置一整圈。哎，放在這兒的話，這個取消吧。全部圍繞着這個停車場，感覺好像好亂呢。為什麼這片的市民現在這麼多？咱們把遊戲再加速一下。正好把房子蓋起來以後，可以順便觀察一下啊。然後中間的位置呢，咱們就隨便放幾個小亭子什麼的。哎，我突然想起一個問題啊，我們這個新的 DLC 好像還沒有用過是吧？那麼我們可以把這裡呢先規劃一個區域，比如說我們塗刷一個步行區，把這個刷子大小調小一點，主要把它集中在這個高速旁邊的空地上，然後再結合着我們的獨特建築，可以吸引一部分遊客。就這個範圍就夠了。上方是一些普通的商業區，那麼這個區域畫好了以後，我們找一下這個步行區啊，看一下這些道路。這些道路我還沒有用過啊，看起來好像很激動的樣子。帶草坪，帶樹木，小型鵝卵石。我們可以盡量先放置一個小型的道路，因為這裡現在已經沒有什麼空地了。把這條道路呢，先作為一個主幹道，把它沿在這兒。就是中間的這個樹木看起來不是太好看啊。當然，這個樹木我們是可以替換的。來個小花，直接把它給升級一下。是不是有點太小了？就先用它吧。我們把這些建築全部放好了以後再說。然後有了主幹道以後呢，我們再找到這個步行區，看一下步行區廣場、大型服務區服務點。這個正好可以放得下來啊。那麼至於其他的建築呢，我們打開這個廣場的選項，左邊先放一個小型的噴泉，直接把它貼着這個道路去建設，好像還挺合理的。再往前方呢，有行人可以走進去啊。咱們再增加一個玻璃天頂，把它稍微覆蓋一點點。要不然看起來太難受了啊。
哎哎，这樣這個建築還是挺漂亮的。那麼中間呢？哎，這裡好像正好可以放得下來一個冰淇淋，也是一個小商店吧，是吧？那麼這樣放置了幾個建築以後，我發現已經有市民進來了。不過我目前沒有發現這個步行區有什麼獨特之處，除了增加幾個建築，還有幾條馬路以後，沒有發現什麼特別的。這個位置，咱們為它搞一些貼磚。我記得這個 DLC 裡面是自帶一些的。我們用了這個貼磚以後，基本上就不用再用什麼水泥地了。就是這個貼磚上的樹木，看一下能不能刪掉它。這個樹木，我去，這個樹木好像是我們這個建築自帶的。既然刪不了的話，那麼在這個樹木下方，我們放一個小花壇什麼的，這樣就合理了嗎？這個是什麼啊？OK， 好多了，這樣好多了。那麼作為我們這個城市第一個步行區，就這麼簡單的造好了。我發現這個 DLC 裡面現在除了一些貼磚、一些花架、一些雕像以外啊，其他的也沒有什麼。不過對於我們造景來說的話，那肯定是可以取消一些模組的，還有一些資產就用不上了。隨便的來一點點，咱們再來檢查一下車流量啊。哼，我去，這個天橋大哥，我當時建造的初衷是為了讓這些汽車來行走啊，没想到這個行人倒是挺多的。那麼咱們看一下能不能把這個公交車給延到這兒。這個公交車的話，不過我這個位置確實沒有為他們留這個公交站牌，從這兒去開一條路口。怎麼感覺怪怪的？這個位置沒有空地，一個掉頭的空地。然後我們再打開這個公交車的選項，直接創建一條新的線路。我們現在村莊的位置基本上沒有什麼公交車，那麼讓它從工業區為起點，纜車站的位置，然後來到第二個村莊的正中間。過了這個天橋以後啊，添加一個車站，再讓它回城，我們的公交3號線就有了。就是公交車從這裡掉頭的話，它現在看起來有點粗糙啊。好在已經有行人過來了，說明我們這公交車現在已經啟用了。來，咱們看一下這個行人他們要去哪兒？回家中，等待中。没有看出什麼有用的信息。